大家好，我係零心仔職場，好高興見到大家。先同大家講聲抱歉啊！喺過去2星期咧，因為趕工咧 ，Hybrid 2部新機嘅開箱評測影片啊，E-Ink Weekly 咧停咗1期。而啱啱咧我都收到咧文石2部新機 Tab Mini C 同埋 Page 啊，我會盡量咧喺間隔咧維持 E-Ink Weekly 嘅更新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開始前咧，先賣賣自家嘅廣告啊！如果你想輕鬆了解 E-Ink 世界嘅精選新資訊，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留意1週1集嘅 E-Ink Weekly。如果你願意繼續支持我去製作影片嘅話咧，歡迎 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 YouTube 嘅 Super Fans 嗰度咧贊助我，我真誠地感謝你。好嗱，而家咧由我帶大家咧回顧過去2週喺 E-Ink 世界所發生嘅新鮮事物，去片。第一則係 E-Ink 新聞嘅介紹，文石 Book 繼喺4月下旬推出咗大尺寸彩色型號 Tab Ultra C 喺海外市場大受歡迎之後，喺6月25日亦都順勢推出細一碼 7.8 寸彩色嘅 Tab Mini C 同埋7寸黑白嘅 Page。Tab Mini C 除咗同 Tab Ultra C 一樣係採用最新嘅 Kaleido Free 面板，帶嚟咧黑白300 PPI、彩色150 PPI 嘅顯示之外，睇到 Tab 呢個前序啦，大家都能夠估到佢同樣配備咗文石 Tab 系列獨有嘅獨立顯示晶片，提供現時閱讀器市場當中咧最佳嘅刷新表現。喺硬件方面 ，Tab Mini C 同 Ultra C 一樣係用高通662處理器同埋有4GB RAM，不過咧就只有64GB ROM。藍牙揚聲器、收音咪、重力感應都有配備，採用 Android 11系統。值得一提嘅係呢一部7.8寸嘅型號咧係配備咗5000毫安嘅大電池。呢一代咧就厚8.3mm， 比起上一代嘅 Nova ASC 咧就厚2mm。重量方面咧 ，Mini C 官方咧就標示係重264克。喺度劇透一下，我自己咧就親自稱重過，結果咧係309.5克，比官方數據咧係重咗10幾%嘅。喺模具方面 ，Tab Mini C 同埋 Nova ASC 咧係一樣嘅大細，淨係厚度唔同嘅啫。同埋背蓋下方咧會有 Tab 系列先至有嘅 Book 嘅圖案。順帶一提啊 ，Tab Mini C 嘅出現咧，代表住文石嘅海外版本咧，亦都終於有齊備尺寸嘅 Tab 系列啦。因為文石咧去年推出嘅 Tab 8咧，淨係喺中國市場嗰度銷售，冇推出對應嘅海外版嘅。另一款新品同樣有2粒實體鍵嘅7寸 Page 咧，可以話係 Lift 2嘅升級版。處理器採用咗高通662、3GB RAM， 電池都大咗，有2300毫安。屏幕咧就採用咧同樣嘅 E-Ink Kata 1200，解像度係1680×1264 300 PPI， 同樣配備藍牙揚聲器、收音咪、重力感應器，同埋採用 Android 11系統。連機身大小、厚度亦都同 Lift 2一樣。唔同嘅地方係在於咧 Page 咧係有195克重，只有純平嘅版本，以及咧兩顆嘅實體鍵咧係配咗響機身嘅油質，同 Lift 2係相反。喺定價方面 ，Tab Mini C 喺美國係449.99美元，歐洲係499.99歐元，英國係449.99磅，而 Page 喺美國咧係249.99美元，歐洲係279.99歐元，英國係249.99磅。預告一下，呢2部新機咧都已經喺7月10號寄到嚟我屋企啦，我都喺度製作緊開箱影片，屆時咧會再同大家詳細介紹個中細節，敬請期待。第二則係醫讀新聞，對好多 Kobo 閱讀器嘅用戶嚟講咧 ，Kobo 同 Pocket 係畫上等號嘅。呢一條公式咧，差啲咧就不復存在嘅。好彩呢一場分手風波咧，淨係持續咗1日。不過對關注呢一件事嘅 Kobo 閱讀器用戶嚟講咧，心情可能已經好似咧坐住一回峰迴路轉嘅過山車一樣。話說咧，Mozilla 公司咧喺6月29日發出咗公告，隨住 Pocket 公司決定咧係將所有用戶係遷移到去 Firefox 嘅賬戶嗰度 ，Kobo 閱讀器將會停止咧支援 Pocket 服務。呢一項變動咧係會喺2023年嘅7月11日開始實施，並且咧係要求所有嘅 Pocket 用戶必須係喺8月15日之前咧轉換為使用 Firefox 嘅賬戶登入。Mozilla 公司咧喺網頁入邊表示，由於技術上嘅限制 ，Kobo 設備咧無法支援 Firefox 賬戶所需嘅一啲關於資安嘅特定網絡技術。雖然表示深感遺憾，用字係 deeply regrets， 無法繼續同 Kobo 合作都好，但係喺 Pocket 喺8月中完成賬戶遷移之後咧 ，Kobo 嘅用戶咧將無法喺閱讀器嗰度咧係使用 Pocket 服務。正當網絡上咧 Kobo 用戶一片哀號之際，經過1日嘅等待 ，Kobo 台灣官方臉書就發布咗一則澄清聲明，明確表示 Kobo 閱讀器咧會喺未來繼續支援 Pocket 功能，並且喺文中表示 Mozilla 公司咧發表咗錯誤嘅文章內容，強調喺 Firefox 轉換之後咧都會持續提供 Pocket 服務。而 Mozilla 團隊咧亦都喺同一日咧更新咗公告嘅內容，早前發布咧對
Pocket 無法繼續同高普合作，表示深感遺憾嘅嗰一段文字咧，都已經刪去咗啦，修改為咧 Kobo 打算咧更新佢哋閱讀器嘅 Pocket 登錄，具體時間咧係取決響 Kobo 嗰邊技術上嘅處理。現有嘅 Kobo 閱讀器用戶咧就唔受影響，可以繼續使用 Pocket 服務。喺呢一場風波當中咧，更讓我在意嘅反而係 Kobo 同 Mozilla 兩者嘅遣詞用字啊，先係開倉 Mozilla 公司咧嗰個一啲都唔讓人感覺到遺憾嘅深感遺憾。到翌日咧 Kobo 喺社群嘅澄清聲明，直接指出咧係直言 Mozilla 嘅文章內容錯誤。再睇翻咧 Mozilla 修改之後嘅文字咧，係相當具有一個抽離感。淨係客觀論述咗 Kobo 嘅處理。Kobo 點 Kobo 將會點。唔係好讓到咧讀者感受到係一個衷誠嘅合作究竟呢兩家公司背後嘅溝通係點樣呢？真係耐人尋味。當然啦，戴定頭盔。以上咧都只係我個人嘅估算寄望佢哋咧喺未來能夠繼續順利合作。第三則係 E Ink 新聞呢個都可以算係咧一個時代嘅終結。亞馬遜 Kindle 咧宣布停止向中國市場銷售閱讀器，並且關閉咧相應嘅電子書城。自6月30日起咧，中國嘅 Kindle 用戶咧就已經無法再購買新嘅電子書。早喺5月31日，亞馬遜 Kindle 嘅微博公眾號咧就發布咗一份咧名為告別手冊嘅文件。其中咧係解答咗咧同停止營運相關嘅問題，並且提醒用戶咧記得喺2024年6月30日之前咧，務必將已經購買咗嘅電子書下載到去本地設備或者 Kindle 圖書館入邊，並且咧儲存喺 Kindle 設備上嘅電子書同埋個人文檔咧係唔會受到影響嘅。亞馬遜 Kindle 退出中國市場呢個決定咧，引起咗相當多嘅關注。好多嘅 Kindle 用戶咧都表示遺憾同埋不捨。呢個係可以理解、可以預期嘅。有啲輿論咧就咁樣認為，呢個係因為咧亞馬遜 Kindle 佢哋自身嘅硬件同埋軟件嘅創新咧係相對緩慢，被後起嘅中國品牌直追。而目前文石、大我、漢王、掌閱、京東、科大訊飛等等嘅國內品牌咧，喺近年都陸續推出咗功能繁多、唔同尺寸嘅電子閱讀器，而微信讀書嘅註冊用戶咧，亦都超過咗2億。呢一啲品牌嘅產品咧，比起 Kindle 係更加貼近咗中國用戶嘅需求。另一點咧，就係喺嗰個內容方面啦，中國用戶嘅付費意願咧係相對低，加上盜版電子書嘅資源咧非常泛濫，係使到 Kindle 喺中國越嚟越難經營嘅主因。縱觀而言 ，Kindle 作為咧係開拓閱讀器同埋電子書市場嘅先行者咧，確實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經歷過高峰，亦都走向咗低谷，最後咧喺中國獨特嘅營商環境當中咧被沖刷走咗。係啦，如開修所言，呢個係一個時代嘅終結。不過喺中國市場亦都係可預期嘅事嚟嘅。好啦，再見 Kindle， 好好向中國以外嘅地方過活啦。第四則係 E Ink 產品嘅介紹。早喺2018年，美國加州咧就開始試驗電子車牌係咪可用，直到咧係去年嘅10月，加州 AB 984法案通過之後，加州汽車管理局宣布係開放所有車主咧都可以使用電子車牌。截到現時為止，除咗加州之外，美國仲有亞利桑那州同埋密西根州咧係允准使用電子車牌，而德克薩斯州咧就暫時只允准係商用車輛使用。另外咧仲有10幾個美國嘅州份咧正喺度考慮咧通過相關嘅法案，以便咧推廣電子車牌嘅使用。而 Reviver 就係咧美國車主安裝電子車牌暫時嘅唯一選擇。Reviver 電子車牌咧係一種智能車牌，採用咗 E Ink 電子紙技術，可以顯示車牌號碼、車主姓名、車輛註冊日期等等嘅信息。所以咧車主係無需每年咧去更換車輛註冊嘅貼紙，唔似咧傳統車牌係要定期更換，減少咗對紙張嘅浪費。同傳統車牌唔同嘅係 Reviver 電子車牌咧，仲可以通過智能手機嘅 App 進行更新同管理，並且可以直接係同 DMV 進行通訊，方便車主進行車牌更新同埋管理。此外 Reviver 電子車牌咧仲具有防盜功能，當車輛被盜嘅時候咧，車主可以通過手機 App 咧發送警報，並且咧車牌上嘅嗰個 E Ink 電子紙屏幕咧就會顯示我被盜了 Stolen 嘅訊息，從而提醒其他人咧去注意。喺耐用度方面 ，Reviver 電子車牌嘅鏡片咧係比玻璃強5倍，能夠經受咧高強度嘅碰撞，並且能夠喺零下40度至到85度之間嘅溫度下使用。Reviver 電子車牌提供咗電池版本同埋硬件連接版本兩個年費嘅訂閱方案，兩者咧都可以選擇係自行安裝或者係付費專業安裝。電池版本嘅費用咧係每年215.4美元，而硬件連接版本咧就係每年275.4美元。呢一個電子車牌咧功能相當豐富，特別係架車
車咧被偷嘅時候，可以喺車牌顯示咧係被偷嘅文字，我覺得係相當有趣。不過咧訂閱長期使用嘅費用咧，每個月大約$20，真係唔算平。好奇一問，如果你身處嘅地區咧係法例通過咗能夠使用電子車牌，你會唔會考慮用啊？好嗱，今集 E-Ink Weekly 嘅內容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嗱，由於 YouTube 嘅演算法越嚟越嚴苛，嗱，若果你中意呢段片嘅話，記得讚好我呢段影片，先至能夠讓到咧有更加多人可以有機會睇到我呢段影片。如果你想定期了解 E-Ink 世界所發生嘅事物嘅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嗱，由於 E-Ink 新聞咧就相對冇咁講究時效性，未睇上幾集嘅，睇完呢集之後可以補睇翻。例如上一集咧就介紹咗一份咧關於台灣人閱讀同埋購書習慣嘅報告，或者係咧非常非常靚嘅概念手機另一封。如果你睇到呢一啲新奇有趣嘅，記得順手分享俾你嘅朋友齊齊睇。如果你想咧係參加我嘅歐啟亞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只要你咧係成為我 Buy Me a Coffee 嘅月費會員，就能夠取得觀看嘅權限同埋我嘅批改，係總共有大約咧2小時長嘅教學影片嘅。若果你或者你嘅親友咧係人在英國，需要購買閱讀器或者相關嘅配件，不妨嚟我經營嘅網店 eReader Pro 嗰度咧逛一逛。所有有關嘅資料咧，我都會喺 description 嗰度咧列出嘅。感謝你嘅觀看，今日嘅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啦。我係職塵，下期 E-Ink Weekly 見，拜拜。